一口下去就能让人肝肠寸断的苹果你见过吗？你知道世界上毒性最强的树长什么样子吗？你见过浑身挂满炸弹的树吗？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除了那些看上去就让人头皮发麻的剧毒毒蛇，其实还有很多种剧毒植物，毒性最强的一个仅仅是用手碰一下就有可能会中毒身亡。今天这期视频我建议各位领导耐心看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些植物，如果在野外偶然遇到，稍微一个不注意，很有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10种树，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下这些致命的植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金皮树。它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毒性最强的植物，这种树看上去人畜无害，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毒性极强的致命毒物。金皮树多数都生长在澳大利亚的东北部地区，这种树全身上下都长满了 0.2 到 0.3 毫米的小毛刺，轻轻一碰，这些小毛刺就会像一个个细小的针头一样钻进我们的皮肤里，并向我们的体内释放毒素。这种植物会向外产生一种类似于蜘蛛的神经毒素。据受伤者描述，被金皮树蛰到的感觉就像是皮肤上被泼了硫酸，或是遭到持续的电击一样，生不如死，非常痛苦，并且这种疼痛会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严重的可能会持续数月而不消散。在此期间，由于强烈的疼痛感会使我们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如果不及时得到救治，可能会引起休克甚至死亡。据估计，它的毒性甚至都可以将一匹健壮的马活活毒死。不仅如此，更可怕的是，即便我们从金皮树的附近走过，在身体不与它发生接触的情况下也十分危险，因为在这种树附近的空气中也含有树上脱落下的小毛刺，这种小毛刺会通过呼吸进入到我们的鼻腔，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所以在野外遇到这种树，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更不要尝试用它的树叶代替卫生纸使用。好，第9个，海芒树。这种看上去很像芒果的绿色果实，最多的时候曾在1年之内就导致上百人死亡，它就是海芒树的果实。这种树生长在印度的西南地区，它是一种毒性极强的热带植物。由于这种树的果实看起来与芒果很像，因此在当地很多儿童第一次见到这种果实，便误将这种剧毒果实当作芒果食用，最终导致中毒身亡。但是在1989年到1999年间，在印度西部的卡拉朗邦就有超过500多人死于这种果实的剧毒之下。海芒树的主要毒素来源就是它的果子，绿色的海芒果内有乳白色的液体，这些液体主要由海芒果毒素组成，这种毒素可以使人类的心脏停止跳动，中毒后的症状就类似于突发心脏病一样。也正是因此，如果被这种毒素杀死，即便是药剂师、分析师甚至是验尸官都很难查出死因，只有通过更特殊的检验分析后才可以检测到它的毒性，隐蔽性很强。正是因为它独特的毒性，导致当地的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有时便会利用这种特殊的毒素去伤害他人。再有就是这种剧毒海芒树在我们国家的海南地区也有生长，去往海南旅游的领导一定要注意，在野外千万不要乱摘果子吃。好，第8个，南洋杉。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东北部的一种乔木，这种树没毒，但对人类却具有潜在的致命危险。南洋杉的危险之处主要也在于它的果实，在原产地，这种树的高度通常可以长到30米以上，最高可达70米。在它顶部的树枝上会长有与菠萝很像的圆锥体果实，不过南洋杉上的果子要比菠萝大得多。这种坚果的重量最重可达30斤以上，当果子成熟或者遇到伴随大风的雨天的时候，这种果子就可能会从高达30多米的高空坠向地面。这时如果我们正好身处这种南洋杉的树下，一个不小心被头顶上的果子砸到，通常都是相当可怕的，有可能会当场致命，非常危险。虽然在一些景区内或者公园内也有人将这种树当作观赏树种植，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人们通常会用栅栏将这种树围起来，以免对我们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所以当我们身处一些公园或者看到一些被围起来的树时，千万不要盲目靠近，以免造成生命危险。第7个，海漆树。这是一种生长在红树林沼泽地中的一种剧毒植物，它的内部含有乳白色的汁液，我们的皮肤一旦接触到这些乳白色的液体，就会引起生疮、瘙痒甚至水泡，特别是眼睛部位，一旦接触到眼睛就会导致暂时性的失明。海漆树所携带的白色树胶中含有多种植物毒素，这种毒素的抗氧化能力极强，即便是已经晒干的树漆树的树枝中同样也保留着毒素。当大火在燃烧这种树的时候，散发出来的烟雾也含有剧毒，并且仍能够伤害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在野外千万不要用海漆树的树枝当柴火烧。另外，即便是干枯的树叶同样也含有剧毒，可以很轻易的就将水里的鱼毒死。虽然这种树的毒性对人类来说并不足以致命，但是不要忘了，这种树是生长在红树林沼泽地中的，在这种地方一旦眼睛失明，危险程度可想而知。虽然海漆树可能并没有能力将我们杀死，但是沼泽地中的各种可怕生物对于一个眼睛失明的人类来说绝对足以致命，非常危险。好，第6个，
夹竹桃。它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种剧毒植物，毒性极强，小量摄入到我们的体内可能就会致命。夹竹桃也叫柳叶桃树、杨桃、柳叶树、杨桃梅、叫出冬等等，不同地区的叫法都有所不同。由于其花朵鲜艳，并且还伴有花香，最重要的是它能抵御干旱的环境以及较低的温度，成活率较高。用我们俗话说，就是好养活。也正是因此，使得这种原产于印度的一种剧毒植物，在很多地方都被当作观赏性植物种植。在南方地区的一些湖边以及公园内，时不时的就会有这种夹竹桃的身影，这一点正是它的可怕之处。你知道吗？无论是它的树叶、花朵、树枝还是树根，都含有毒性极强的致命毒素。它与海西树一样，即便是枯萎的夹竹桃仍含有毒性，它燃烧所产生的烟雾同样也携带剧毒，仅需一片叶子所携带的毒素就可以使婴幼儿丧命。所以在户外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种剧毒植物，以免发生不测。第五个，英国紫杉。英国紫杉也叫毒果紫杉，它是世界上毒性最致命的一种树，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剧毒树木曾导致无数牲畜死亡，毒性非常猛烈。这种树原产于欧洲地区，在亚洲也有少量分布。它可以长到20多米高，在它的树枝上会长有红色的果子，看上去就像是一颗颗红色的豆子一样，非常诱人。不过令人诧异的是，这种树的全身上下都布满了致命的毒素，但唯独果子的果肉没毒，果子内包含的种子却是有毒的。英国紫杉的主要毒素都由紫杉碱与紫杉醇组成，这种成分无论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还是接触到我们的皮肤，都会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中毒。中了这种毒的人，短时间内身体并不会发现什么异常，它的隐蔽性很强，通常都是等中毒几个小时过后，毒性突然发作，然后使中毒者暴毙而亡，非常可怕。不过也有一些人在中毒后会有明显的症状发生，更可怕的一点就在于至今为止，人们仍没有发现能够抵抗英国紫杉毒素的解毒剂，也就是说一旦中毒极有可能致命，非常可怕。第四个，马钱子树。如果你在野外遇到一棵树上长满了类似于橘子，但看上去又不像是橘子的树，请一定要保持警惕，因为一旦你遇到的是携带剧毒的马钱子树，如果误食这种树上的果子，基本上是必死无疑。因为马钱子树的毒性可与毒性极强的鹤顶红相比肩，在古代宫廷所用的3大剧毒毒药中，其中就有以马钱子为原料所制作的一种名为千机的毒药。这种毒药与鹤顶红和钩吻并列为宫廷3大毒药。马钱子树其实是一种原产于印度的一种乔木，在它树上的果实内部长有一个圆盘状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它的毒素来源。种子内部含有马钱子碱和番木鳖碱等多种生物碱，这种物质一旦摄入到我们的体内，极有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另外，不仅是它的种子，即便是它的树皮，照样也含有马钱子碱和其他的一些有毒化合物。所以在野外遇到的一切野生水果，在没有确认它是否可以食用之前，千万不要盲目的摘下来就往嘴里送，因为这一送很有可能会将我们宝贵的生命顺带送走，非常危险。好，第三个，响盒子树。你见过浑身长满炸弹的树吗？在美洲的热带地区，比如亚马逊雨林里，就生长了一种名为沙香树的植物。沙香树也叫响盒子树以及沙峡树，这种树最高可达40米，它的特征非常明显，在树干的表皮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刺，看上去就让人头皮发麻，并且这些刺还可以向外分泌有毒的汁液，这些汁液中含有一定的腐蚀性以及毒性，如果汁液接触到眼睛，就会导致失明。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比这些硬刺更可怕的就是它树上的果子。响盒子树上的果子形状与南瓜很像，它的内部也长有很多种子。每当这些南瓜状果子成熟的时候，就会自己猛烈的爆裂，在爆裂的瞬间，它的种子可以快速向外弹射到几十米远的地方，威力就像一个小型炸弹一样，足以伤害到人类以及其他动物。除了以上那些危险，另外它的花粉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物质。在这种树开花期间，虽然果子还没有到成熟期，但是树上的花粉也会使我们的身体进入到缺氧的状态，所以无论是什么时间段靠近响盒子树，对我们来说都具有潜在的危险。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到这种树后一定要远离它们，距离这种树一定要足够远，因为在几十米开外它就有能力伤到我们。第二个，木本曼陀罗。木本曼陀罗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天使的号角，但实际上它应该更接近魔鬼。在所有的曼陀罗种类中，这种木本曼陀罗是毒性最强的物种之一。它与普通曼陀罗的区别就在于它属于木本植物，通常都要比草本的曼陀罗要大，并且它的花朵通常都是下垂的。这种花的全身上下都含有多种特殊的生物碱，可以让人出现幻觉，甚至可能致命。这种树原产于美洲的热带地区，它的花朵散发着一种令人愉悦的气味，但千万不要用鼻子贴在这种花上使劲的闻，因为闻多了可能会要了你的命。另外，这种植物随着生长的地区不同，它所富含的毒素也会大不相同。通常在原生地生长的木本曼陀罗的毒性较强，而非原生范围的则要比原生地的毒性低20到40倍不等。在野外，曼陀罗这种植物的种类有很多种，颜色也有很多种，但无论是哪一种，多多少少都会携带毒性。中了这种毒的人通常都会出现幻觉、行为怪异、瞳孔
孔放大，并伴有持续数天的疼痛性畏光，也就是害怕见阳光，非常可怕，严重的甚至可以丧命。所以无论是在野外还是公园内，见到这种模样的花，一定要保持警惕，以免发生不测。而第一个，毒番石榴，它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树。这种树原产于美洲地区，通常都生长在靠近海滩的一些红树林之间。它的高度最高可达15米，树上长有一种绿色的果子，外观看上去与没有熟透的苹果非常相似，但千万不要想着去尝一尝它，因为这种树的所有部分都含有剧毒。它的枝叶是白色的，并且呈酸性，一旦接触到我们的皮肤，就会导致起水泡，接触到眼睛就会失明。树上类似于苹果的种子，毒性更强。这种果子第一口咬下去口感微甜，但紧接着就是辛辣感，然后就会感觉自己的嘴里和喉咙就像是被撕裂了一样，非常痛苦，严重的会导致死亡。正是因此，这种果子被当地人称为死亡小苹果。另外，在下雨天千万不可以站在这种树下躲雨，因为雨水只要与这种树有过接触，就会携带毒素，即便是一小滴含有毒素的雨滴接触到我们的皮肤，也会产生水泡。另外，这种树燃烧所产生的烟雾也含有剧毒，一旦进入眼睛，就有可能会失明，甚至致命，非常危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世界上最大的飞机究竟有多大？你见过运输坦克的飞机长什么样子吗？你以为 225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了吗？自莱特兄弟于1903年造出第一架飞机以来，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人类几乎从未停止过对飞机的研发。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制造的飞机的体型也越来越大。那么至今为止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大的飞机究竟有多大？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10架飞机，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空中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安22运输机。这是人类历史上制造过的最大的涡轮螺旋桨飞机，它是由前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在1962年研制的一种重型军用运输机，主要被用来运送坦克、汽车、火箭发射车以及导弹运输车等等一些大尺寸、大重量的军事装备。这架飞机搭载了4台涡桨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向外输出15000轴的马力，它可以载重80吨的货物，以每小时超过680公里的速度连续飞行5000公里。如果加满一箱油，它的航程最多可达1.1万公里，几乎可以覆盖大半个地球。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将导弹以及各种重型军事装备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运送到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方。22运输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50吨，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 57.92 米，高度为 12.53 米，翼展长达 64.4 米，它的货舱容积更是达到了640立方米。毫不夸张的说，它甚至可以装下一个小型的重型装甲连。对了，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个大家伙的起降能力。别看它体型大，但是这个家伙具备降落在一些野战机场的能力，因为它属于螺旋桨飞机，在着陆的时候，它的螺旋桨可以反转，从而缩短着陆时的距离。这一点是很多喷气式飞机都不具备的。拥有这项功能，就可以将一些军事装备运送到各种极端的地方。它的性能就是放到今天来看，依然非常强悍。要知道，这可是上个世纪的产物，距今已经过去了50多年的时间。好，第9个，里海怪物。这是前苏联在1966年制造的一种大型地效飞行器，在1966年至1988年间，它曾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飞机。其实确切点说，它其实是一种地效飞行器。所谓地效飞行器，就是一种利用地面效应提供支撑力，从而实现飞行的一种运载工具。而里海怪物实际上就是一种巨型的地效飞行器，它的机身长度达到了 106.1 米，翼展为40米。这个大家伙配备了8台涡喷发动机，它能够以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穿梭在海面上，并且不会被任何雷达发现。这种飞行器的优势就在于它要比大多数的飞机的载重能力更强。里海怪物的起飞重量高达500吨，它的机身上方配备了6枚超音速反舰导弹。由于它主要都是在贴近海面1到5米的高度飞行，所以这种大型飞行器其实更像是一艘会飞的航母。除此之外，它不仅可以在水上进行超低空飞行，同样也可以在沙漠、雪地、沼泽地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实现低空飞行，性能极其强悍。遗憾的是，从诞生至今，这种大型飞行器只建造了1艘，并且在1980年就已经坠毁，沉在了海里。第8个，白鲸运输机 XL。这是一种由空客公司研制出的一种超大型运输机，由于它的外观看上去像是一种鲸豚类动物，所以人们将其称之为大白鲸。之所以会将这种飞机设计成这种外观，设计理念其实就是源于白鲸这种生物。白鲸是一种游泳能力很强的动物，它的身体呈流线型，这可以帮助它在水中高速前进，同时也具备较好的机动性。
而白鲸 XL 运输机采用这种造型就可以减少阻力和拖累，从而可以达到更高效的飞行状态。这种运输机的型号也有很多，目前体积最大的一个就是空客白鲸 XL， 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 63.1 米，翼展长达 60.3 米，高度为 18.9 米。它搭载了2台由劳斯莱斯生产的传达700涡轮风扇喷气式发动机，其最高巡航速度可达每小时737公里，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27吨，机舱容量更是高达2290立方米。它主要被用来运送一些超大型的部件，比如一些国际空间站所需要的大型组件，或者其他飞机所需要的大型部件，运载能力很强。好，第7个 C5 银河运输机。这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制造的一种大型战略军用运输机，即便是到了今天，它仍是美国空军现役最大的战略运输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75米，翼展长达67米，高度为 19.8 米。它搭载了4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最大推力为 191.2 千牛。这架飞机的发动机非常大，但是一台发动机的重量就重达 3.5 吨。如果这4台巨大的发动机同时运作，但是它内部的4台发电机就可以供应5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要。不仅如此， C5 运输机的发动机还可以提供逆推力，这可以帮助飞机在降落时减少在地面的滑行距离，可以使飞机降落在更多极端的机场跑道上。作为一架运输机，装载能力自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架飞机的货舱长达36米，高4米，宽6米，它的机身两头都可以向上打开，可以从前后舱门同时装卸货物。它几乎可以装载美军的大部分战斗装备，包括坦克、直升机和其他的一些重型装备。要知道，拥有这项功能就意味着它可以带着重型战斗装备以及人员抵达地球的任何一个战场，短时间内就可以为战斗中的部队提供野外支援。对了，再有就是它的最大起飞重量高达418吨，加满一箱油，它可以连续飞行超过9000公里，性能非常强悍。第6个安124运输机。这架飞机是前苏联为了超越美国的 C5 银河运输机而研发的一种大型飞机。这架飞机曾经是世界上第2大的运输机，它的机身长度长达 69.1 米，翼展长达 73.3 米，机身高度达到了 20.78 米。它搭载了4台推力为229千牛的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405吨。它与 C5 银河运输机一样，都可以装载坦克以及装甲车等重型装备抵达全球的大多数地方。安124运输机的最大载重量高达150吨，它的货舱总体积为1160立方米，这可以装下绝大多数的重型陆地装备。说到这里，相信很多领导都非常好奇它的油耗。这架飞机的载油量约为210吨，在巡航飞行时，它每小时的油耗高达10吨。如果超过巡航高度爬升时，油耗每小时则会上升到17吨。如果加满一箱油，它可以以每小时850公里的巡航速度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这足以抵达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好，第5个空中客车 A380。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载客量最高的客机，也是体积最大的客机。这架飞机的高度达到了24米，这相当于8层楼的高度。它的机身长度为 72.72 米，翼展长达 79.75 米。它是由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发的一种超大型双层喷气式客机。这架飞机的最大载客量高达853人，它的最大起飞重量高达575吨。巡航速度更是高达每小时900公里，加满一箱油，它可以连续飞行15700公里。这个大家伙搭载了4台由劳斯莱斯生产的高庞通比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高达30多吨。此外，这架飞机的安全性与舒适性也要碾压绝大多数的客机。很多人都知道，飞机越大也就越安全。空客 A380 的翼展长度达到了79米，这种巨大的翼展可以使飞机在丧失全部动力之后，也就是说在燃油耗尽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利用巨大的翼展保持机身稳定，使飞机可以滑翔着陆，而不是像其他的翼展较短的飞机那样，一旦失去动力，可能就会一头扎向地面，垂直坠毁。俗话说翅膀大了能兜风，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再有就是这架大飞机的价格，一架空客 A380 的售价约为 4.5 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30亿左右。好，第4个休斯 H-4 大力士。这是一架巨大的水上飞机，它诞生于1947年。这架飞机拥有当时世界上所有飞机中最大的翼展，它的翼展达到了 97.54 米，机身高度为 9.15 米，机身长度长达 66.6 米。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么大的一架飞机竟然是用木头做成的。由于它建造于2战期间，当时的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在打仗，在这期间制造飞机所需要用的金属材料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当时为了节省金属材料，只能选用木材建造。最初建造这架飞机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向各大战场运送士兵和军事装备，但是没等这架巨大的木质飞机建造完成，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这架飞机仅在1947年10月2日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飞行，之后就再也没有飞过。
第三个，波音747-8。在空客 A380 没有诞生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客机名号一直是美国的波音公司的。但是自2005年空客 A380 问世之后，波音747的地位就受到了威胁。所以为了巩固自己世界第一大飞机的名号，波音公司就在波音747-400的基础上建造了更大的飞机，也就是现如今的波音747-8系列。其实波音747-8共分为2个型号， 747-8L 属于客机，而 747-8F 则是货机，两者的大小都差不多。它的机身长度达到了 76.4 米，翼展宽达 68.5 米，机尾的高度接近20米。虽然在机身长度上，波音747-8要比空客 A380 更长，但是它的载客量却远不及空客 A380。波音747-8的载客量为467人，它的最大航程可达14000多公里。它搭载了4台涡扇喷气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约为30吨，巡航速度高达每小时900公里。它的内部设计也比之前的机型更加豪华和舒适。另外，这架飞机还采用了更加节能环保的新技术，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损坏。好，第二个。安25运输机，它是一架起飞重量高达640吨的超大型运输机，也是目前全世界机身最长、承载重量最大的飞机。它是由安东诺夫设计局在1988年研制的一种超大型军用运输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84米，它的翼展宽达 88.4 米，机身重量为175吨。它搭载了6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高达20多吨，它可以装载250吨的货物飞上天空。如果在满载油量的情况下，它可以以每小时800公里的巡航速度连续飞行15400公里，续航能力极强。如果将这架巨大的飞机改为客机，估计它能够一次性搭载1500到2000名乘客，这几乎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客机空客 A380 的4倍。安25的货舱容积为1300立方米，它可以一次性装下16个集装箱，像一些大型的航天设备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型设备的部件，它都可以装得下。但就是这么强悍的一架大型运输机，在2022年的3月，由于战火的原因遭到摧毁。可惜的是，这种强大的飞机至今为止在全世界仅制造了1架，而这仅有的1架已经被摧毁，非常可惜。好，第一个，巨型双生飞机，它是世界上最重和最宽的飞机。这架飞机的全称为平流层发射巨型双生飞机，该飞机采用的是非传统的双机身设计。这架飞机的翼展宽达117米，机身长度为73米，高度为15米。它是目前人类制造的翼展最大的飞机。这种巨型飞机的运载能力相当惊人，它可以将实际重量高达250吨的火箭运送到10000米以上的高空中发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火箭从地面直接发射所产生的燃料成本。这样的发射方式不仅可以忽略地面不利天气所带来的干扰，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燃料，因为火箭直接从空中发射，就不用从零开始加速。整架飞机共有28个车轮和6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以为机身提供大约25吨的推力。它的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850公里。另外，虽然它有2个机身，但驾驶舱却只有1个。飞行员只需要坐在机身右侧的驾驶舱内驾驶飞机即可，左侧的机身驾驶舱其实是一个虚拟驾驶舱，因为它的内部并没有任何飞行控制系统。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无人区究竟有多可怕？可可西里的高原深处到底生活着什么样的可怕生物？一只兔子究竟是怎么杀死一个成年人类的？这里为什么被称为人类的禁区？你知道吗？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很多非常凶险且致命的无人区。由于这些地方环境恶劣，危机四伏，所以一直以来都很少有人敢轻易的踏进这片土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地方变得如此致命？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3个无人区，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吞噬生命的禁区。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3个，可可西里，这里是位于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它夹在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整个可可西里的总面积达到了45000平方千米，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这里的平均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全年的平均气温多数都在0度以下，最低气温可低至零下46度，属于寒冷的高原气候，昼夜温差极大，环境非常恶劣。这种地方除了高山、湖泊、草原和野生动物，几乎荒无人烟。导致这里变得如此荒凉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环境。
由于海拔较高，所以导致这里的空气中含氧量很低，经常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或动物是很难适应得了这种缺氧的环境的。不过虽然环境恶劣，但是由于这里长期处于原始的生态环境下，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类活动的污染，所以对比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可可西里的景色显得格外美丽。这里的空气透明度很高，用眼睛看上去一切都显得非常清晰。但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景色非常震撼的地方，实际上却是一个吞噬生命的禁区。曾经有无数探险者想要深入可可西里的腹地一探究竟，可结果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命丧于死。真正进入到可可西里无人区腹地的人类实际上寥寥无几。这里除了环境恶劣，其实更可怕的还有野生动物。你知道吗？在整个可可西里生活了有多达23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野狼、野牦牛、雪豹，甚至熊这种大型野兽。如果身处这里，以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有足够的能力置我们于死地。要知道，身处高原缺氧的环境下，我们的体能是非常虚弱的，一旦遇到狼或熊这种野兽，多数人是根本没有足够的体力能够与其周旋的。此时我们的逃跑能力也会因高原反应而直线下降，并且生活在高原地区的野兽性情与凶猛程度往往都要比平原地区的动物更加可怕，因为这里的动物几乎很少会见到人类，所以它们可能并不会惧怕人类，特别是野生的牦牛。如果不幸遇见一头野生的牦牛，是极其危险的，这时候即便你待在车里，可能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要知道，一头成年的野牦牛的体重最重可达半吨以上，一头暴躁的野生牦牛完全有能力将一辆行驶中的吉普车顶翻，并且受惊的野牦牛会变得极具攻击性，它们有足够的能力置我们于死地，非常危险。再有一个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一只兔子也能够威胁到我们的生命，这不是危言耸听。要知道，身处空气稀薄的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如果此时突然窜出来一只兔子，很有可能会吓我们一跳。在这种缺氧的环境下，一旦受到惊吓，就会导致我们心跳加速，心跳加速就会引发高原反应的加剧。如果对于一些本身就患有心脏疾病的人来说，在缺氧的环境下一旦受到惊吓，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的。除了野生动物，这里还有很多流沙和沼泽。受高原气候的影响，在可可西里的地表下，有些地方是薄薄的一层冻土，而冻土的下面很有可能就是流沙或者沼泽。如果只身一人一个不小心陷入到流沙和沼泽里，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除此之外，无人区的致命因素还有迷失方向。如果身处可可西里的无人区腹地，我们大部分的电子设备几乎都会失灵，包括 GPS 和指南针这种工具，因为在可可西里的地下有很多矿产资源，受一些铁矿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指南针失灵，从而使我们无法辨别方向。要知道，在这种环境下，一旦迷失方向是非常恐怖的。如果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内走出无人区，一旦食物与水源耗尽，大概率只能原地等死。因为就算你找到了一大片湖泊，这里的水也不能喝，因为这些湖泊都是含盐量极高的咸水湖。如果不慎喝下这种咸水，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含盐量增加，这样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缺水所带来的不适，反而会加剧我们体内的水分流失，从而导致我们的身体机能快速下降，非常危险。从以上的种种致命的因素中不难看出，可可西里无人区绝对算得上是人类的禁区。从2020年开始，这里就被禁止进入，所以还望各位领导千万不要盲目闯入这里，因为这里的危险程度其实要远在我们的认知之外。好，第二个，撒哈拉沙漠。你知道真正的撒哈拉沙漠深处究竟有多危险吗？撒哈拉沙漠位于非洲的北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沙质荒漠，整片沙漠的面积达到了932万平方千米，这相当于24个日本的国土面积。这里的环境要比可可西里恶劣得多，致命程度也要比可可西里高得多。如果想要只身一人穿越撒哈拉沙漠，基本上毫无可能。要知道，真正的撒哈拉沙漠深处是根本没有人类的，这里一眼望去，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沙子，基本上没有任何植物。这里白天的温度最高可达58度，地面沙子的温度更是高达70多度。最为致命的就是一到了晚上，这里的温度最低会降低至0度，昼夜的温差极大。而我们人类是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温差转变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连续3天不喝水仍可以存活，但是在这里1天不喝水就有可能会丧命，因为撒哈拉沙漠白天极高的气温会加速我们体内水分的流失，并且在这种地方想要找到一处水源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沙漠中可能会有绿洲，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一旦水源耗尽，我们几乎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体力去继续寻找水源，可能还没等找到绿洲，我们就被晒死了。然而炎热与缺水并不是这里唯一的致命因素，其实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仍生活着很多对人类非常致命的动物，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一种沙漠蝰蛇。巨鳞蝰蛇是一种生活在沙漠地带的一种毒蛇，这种蛇的性情非常凶猛，易发怒，并且极具攻击性，被它咬一下致死率会极高，特别是身处炎热干旱的沙漠地区，一旦被它咬到，如果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救治，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除了毒蛇，与其一同生活在这里的还有一种致命的剧毒蝎子，这种蝎子就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蝎子——以色列金蝎。
以色列金蝎也叫巴基斯坦毒蝎，这种蝎子的外观看上去并没有多恐怖，但是它的毒液却足以令我们闻风丧胆。你知道吗？这个小家伙的毒性位列世界10大毒王的第5名，它比眼镜王蛇的毒性还要强。不过由于每一次攻击所向外释放的毒液剂量并不大，所以被它蛰到通常并不足以致命，但这仅限于年轻力壮的成年人，如果换作是小孩子或者老人，它的毒性仍是可以致命的。此外，除了以上那2种剧毒生物，在这里你可能还会遇到非洲野狗、斑鬣狗、撒哈拉猎豹以及秃鹫这种凶猛的野兽。身处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以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有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这时候即便你侥幸躲过了一些危险的动物，接下来等待着你的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同类。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在这种地方遇到人类可能比遇到10条毒蛇更加可怕。因为在撒哈拉沙漠中经常会有一些当地的走私者或者贩运者，这些人往往都是一些全副武装的亡命之徒，他们对陌生人可能并不会有任何怜悯之心。在以往的沙漠死亡案例中，人们发现有很多死者都是被枪击杀害，有些甚至连器官都被摘了下来，非常残忍。要知道，在这种地方一旦遭到威胁，你就是喊破喉咙都没有人能听到，非常危险。好，第3个，南极洲。要说世界上最大的无人区，那非南极大陆莫属了。南极位于地球的最南端，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储藏地，南极的冰雪量占全世界冰雪量的 90% 以上，这里的冰盖厚度达到了4000多米，如果这些冰盖全部融化，估计地球的海平面将会上升60到80米，这将会淹没绝大多数的沿海城市，而日本的国土面积也会因此而减少。整片南极大陆被南冰洋所包围，它的总面积达到了 1424.5 万平方公里，这要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上约 40%。整片南极大陆几乎都被冰川所覆盖，只有 2% 的地方没有被冰雪常年覆盖，可以供动植物生存。也就是说，在这片大陆上，几乎 90% 的区域是根本没有大型生物存在的。南极大陆的内陆地区环境非常恶劣，这里虽然到处都是冰雪，但是却非常干燥，其干燥程度要比炎热的撒哈拉沙漠更加严重。主要原因就是在南极的内陆地区温度极低，极低的温度使得水蒸气很难存在，并且整个南极大陆的年平均降水量仅为55毫米，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有长达几百万年没有下过雨，这就会导致这里的空气变得非常干燥，即便身处到处都是冰雪的环境下，我们的身体依然会有脱水的风险。另外，除了干燥，其实更致命的就是这里的温度，这里的最低温度可低至零下89.2度。要知道，在这种温度下，如果将我们的皮肤或者手指裸露在外面，仅需短短的几秒钟，就足以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冻伤。并且在内陆地区，一年中有300多天的时间，这里都会刮着8级以上的大风，有时候风速甚至会达到每秒100米，这种风力几乎相当于12级台风的3倍。正是因此，使得南极大陆成为了世界上风力最大和最干燥的一块大陆。人如果身处这种环境下，超低的温度加上大风，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热量加速流失，如果没有充足的保暖装备，极有可能会被永远的冰封在这里。并且暴风雪一旦来临，就会降低能见度，从而使我们无法辨别方向。地面上白茫茫的冰雪还会导致我们患上雪盲症，白色的冰雪会将阳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从而使我们的眼睛受到损坏，导致视力减退。更致命的还有冰缝，由于整片大陆都被厚达上千米的冰雪所覆盖，所以在一些雪层的下面会藏有很多冰缝，这些冰缝很难被人发现。此时如果一个不小心掉进这些冰缝里面，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非常危险。除此之外，在南极大陆的内陆地区，可能没有任何可以供我们食用的食物和水，这里到处都是暴风雪，基本上没有任何植物以及动物，所以在这里一旦食物耗尽，几乎是必死无疑。虽然在南极大陆上驻扎了很多科考队，但这些科考人员通常也仅在科考站的周围活动，一般情况下也不敢贸然进入南极大陆的内陆，因为在这里一旦遇到一种名为乳白天空的景象，是极其危险的。乳白天空也叫乳白景象，在南极的极地区域，当阳光照射到类似于镜面的冰层上时，冰层就会立即将阳光反射到低空的云层中，而云层则会再度将光线散射到地面的冰层上，这样来回的反射就会产生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乳白色光线，此时周围的景象就会变成雾蒙蒙的乳白色，让人一时分不清楚天与地。这种景象看上去可能感觉很梦幻，但实际上却极其危险，因为一旦人身处这种环境下，就难以辨别方向，并且我们的视线也会产生错觉，严重时还会让人头昏目眩，甚至失去知觉而丧命。1971年，一名美国人就曾驾驶一架 LC-130大力神飞机，在这里遇到了乳白色的天空，突然就与地面失去了联系，至今为止仍下落不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极地探险家曾经因为遇上这种乳白色天空而险些丧命，非常危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